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我们又回来绝区零了。今天要讲的是最基本的基本，因为我发现到有不少的新手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就是看有什么按钮就点什么按钮，真的没有仔细的去看一些角色应该要怎样操作，就是因为没有研究过的关系，就觉得前期的角色有点烂，尤其是系统一开始分配的3个角色。比利、尼可、安比，所以今天我要针对这3个角色跟大家说应该要怎样操控。这一款游戏的玩法，其实你们可以理解为像我们以前玩的街机游戏、街头霸王之类的，必须要打出多个 combo 才可以造成敌人大量的伤害，同时间也一定要闪避，而不能只是攻击而已。那我相信这边我去读一些技能什么之类的，你们应该也不想要听，也不想要看，想着说，哎呀，议员你直接告诉我怎样控制就行了 ，OK。所以今天我就满足大家。实际上系统是有教我们怎样去操控每一个角色的，可以试用，也是会给予我们一些教学。通常系统给的教学你们要认真听。像比利的攻击方式是用来点的，点了之后，最后他蹲下来的时候，你们直接长按就行了，不需要像我画面这样一直连点，你直接按着它就会直接射了，看到吗？因为比利它本身是物理的角色，所以一般不会打出一些元素战绩。当然除了蹲下射而已，你们也可以选择翻滚，就如我画面所演示的，点击普攻之后，你看到比利蹲下来，然后你推你的摇杆，再继续按攻击，就可以一直闪避敌人的攻击，还有持续输出。接着是闪避攻击，你们看到敌人发出亮光，及时按下闪避键，然后点击攻击键就会反击敌人。我所演示的这个版本是没有拉摇杆的，没有拉摇杆的情况下，你的人物是会向后撤退，然后发动攻击。另外一个是拉动摇杆闪避，然后再点攻击，就会跑到敌人的后方，然后对敌人的背部发动攻击。要不要拉动摇杆取决于你们当时候是怎样操作的，还有就是看敌人的攻击方式。如果敌人攻击你的方式是往前扩很大一步，这样你们就不适合回避加攻击的按钮了，因为它只是向后撤而已。如果你遇到一些敌人会往前扑、往前跳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受到伤害。换成拉动摇杆闪避加攻击，跑到敌方后面进行攻击会比较好。替换角色，比利上一个角色被打，然后你按替换部队，记得要点击普攻，这样就会反击敌人，而且会持续 combo。这些特殊技不一定要等到满的时候才可以用，你可以点3次普攻加特殊技。下一个就是安比的操作，同样是用刀的角色，但是他的操作跟之前介绍的艾莲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他的控制包括点击普攻4次，第4次就会有电属性伤害，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加速之类的，只是点击普攻就有这个效果。所以这个操作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其实还蛮友好的。另外一个是3次普攻，最后1次长按。那么最后1次长按跟没有长按有什么区别呢？这里你们可以看前面3段攻击是一样的，但是到了最后，没有长按会有3段雷电攻击，长按会有1刀雷电攻击跟下落雷电攻击。另外攻击方式3次普攻加1次特殊技，充满特殊技的状态跟没有充满的状态其实有一点不同。这个画面是没有充满的状态下，这里放个慢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对比，左手边是没有满的，右手边是已经满了的。没有满的时候是往前攻击，如果是满的情况下会跳起来向下攻击，当然伤害的话是满的情况下会比较痛。接着就是闪避攻击，你们可以点选闪避，然后点击特殊技，或者是闪避加普攻。那闪避加特殊技跟闪避加普攻有什么区别？左边普攻，右边特殊技，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的伤害会比较高一点。其实在安比的技能里面，它这个连贯招式是要按普攻的，而不是按特殊技，所以伤害会比起我们点特殊技的时候会比较高一点。如果没有完美闪避的话，就会变成这样，伤害就比较低。最后就是尼可，我觉得他是在这3位里面最容易操作的，但同时间需要用到他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。他可以说算是后台辅助，现在主要的功能其实是用特殊技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系统介绍它的技能的时候，都是叫你们用特殊技，而不是叫你们用它的普攻，要你们利用它的属性打出以太伤害。以太伤害你们可以理解为 debuff， 所以当你们利用尼可的时候，是不需要把它作为主输出，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点击它的特殊技，然后你们注意看左上角，这里会出现子弹，这个子弹是拿来削弱敌方的，也就是 debuff， 可以降低敌方的防御力。之后你们按普攻削弱对方就行了。它的普攻包括点击3次，长按1次。它的冲刺攻击、拉摇杆冲刺攻击全部都是物理伤害。
只有像现在画面上完美闪避并且按出攻击的时候，才可以造成以太伤害，你们的子弹才会补满。替换角色入场攻击，当敌人要攻击你的时候，按替换，记得按普攻，这样可以打出以太伤害并且补充子弹。以上就是这3位初始角色的操作方式。我相信大多数不想要氪金的玩家，早期应该也是用回这些初始的角色，系统给你的角色去使用而已。然后现在活动池的爱莲应该是不会去抽，或者是想要等其他的角色。不过老实说，在之前你们的等级没有提升的特别高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必要用到太高输出的角色。虽然这些角色它的输出伤害可能没有比起一些 S 级的角色还要更多，但是你操作的好的话，其实打出来伤害也不会低的。刚好这3位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点。按比可以恢复能量，比例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，妮可以对敌人施加 debuff， 对于前期玩家来说是刚刚好可以配成一个组合的，并且在前期说真的，故事还比你打斗的时间还要更多，所以有蛮多玩家都觉得这个游戏蛮无聊的，因为前期的故事真的太多，它的对话太多了，并且前期我们主要都是要升等级而已，然后我们升等级的过程也不会遇到太强的对手。假设说你们在常驻池有办法可以抽到一些 S 级角色，你再考虑要不要替换这3位。但是在那之前，先了解这3位如何操作，还有他们的技能与能力。只要练习好之后，就可以打出更多的 combo 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